大小姐，黄海滩大桥项目还有2个亿尾款尚未结清，对方想延期1个月再付。再给他3天。大小姐，这是这个月新收购2个集团的人员派遣名单。这种小事就不用找我了。大小姐，这是咱们江畔度假村的项目计划书，几个集团公司都有合作意向。您看，咱们是准备时间招标还是？度假村的项目交给启明集团做。启明？那是个成立还不到5年的小公司，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呀。启明这几年我一直看在眼里，规模虽然不大，还胜在年轻有干劲，这样的公司要多给机会。可是，喂，老公。思月，你现在回家一趟。现在？有什么事吗？我还在上班呢。你一个文员能有多少事？公司离了你还不赚了？知道了吗？我现在就回去。清寒，准备变装。是。大小姐，我不理解，为何您不把您是首富千金、金悦集团董事长的事告诉他呢？林凯他心气儿高，要是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会觉得我在施舍他，不肯接受这些资源。等这个项目结束吧，到时候再告诉他真相。行了，公司交给你，我放心，加油，走了。哎，好的，京悦的项目成了。王经理说项目能成，多亏了咱们家的首富千金。首富千金？首富千金在咱们家？哟，首富千金居然在咱们家！对呀，哎呦，明凯呀，你要好好谢谢人家。这几个大嘴巴说好保密的，看来隐瞒了5年的身份，今天还是要曝光了。欣欣，我早就知道你身世不菲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是首富千金。这次项目能成，真是多亏了你啊！什么？他是首富千金？装样子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把我当成了首富千金。哼，正好，李学长帅气多金，若是能借这个身份傍上他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都告诉他们了，要替我保密，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知道。哎，学长，这位是？这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媳妇，杵那干嘛？快过来！你说她是首富千金啊？对，来。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乔欣，我的学妹，也是全国首富乔传雄的女儿。可是我怎么听说首富千金不叫这个名字啊？你不会被骗了吧？说什么呢？欣欣的身份，王经理已经说了，那可是板上钉钉的首富千金。第一次接触到我这种身份的人有所怀疑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我不介意。这位小姐还在上班吧？在哪儿高就啊？高就什么呀？这几年在小公司做个破文员，1个月3000都挣不到。3000啊？那这可怎么活呀？我一次下午茶就得好几千呢。3000，我1个月3亿都不止啊！我爸送我的江诗丹顿也不值什么钱，就300万吧。这300多万还是不值钱？哎呦，伯母，你喜欢？送给您。哎呦，我也能戴上300多万的表了。这表还有他的鞋子包包，怎么看起来像是假的？知道你和欣欣的差距了吧？妈，这表是假的。假的？江诗丹顿每一款腕表都由工艺大师亲手锻造，不会这么粗糙。看着是有点粗糙啊。伯母，现在呀，只有那些工业流水线上的手表才讲究精致，像这些工艺大师锻造的，有些粗糙才是正常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方思雨，你不懂就少胡说。这正牌的江诗丹顿表盘的背后都刻有大师的名字，如果没有就是假的。要不你看一下。哎呦，真的刻有名字呢，是英文的。儿子，来，你把这名字念给他，你好让他死了个心。Made in China， Made in China。 你还有脸笑？听见没？大师的名字就叫美定。
你是 Made in China。对，就是这位美定大师。妈，别说了 ，Made in China 的意思是中国制造。什么？咱们造的？这不是外国表？婆婆，这个呀是品牌方为了讨好咱们中国市场特意做的。这个后面的英文字母啊，那是对咱们中国制造的认可。这个是全球限量的，有钱都买不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欣欣，伯母差点误会你了。哎呦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这是在狡辩。你够了！你这种穷酸家庭出来的，你知道什么叫奢侈品吗？你就是嫉妒欣欣。妈，思雨只是没有见过江诗丹顿而已，有点好奇。嫁过来之前几百万的表归抽屉。老公，你突然叫我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这都到饭点了，赶紧给欣欣做饭去。你们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给她做饭？家里来了贵客，你当儿媳妇的不去做饭，你难道让我去做？家里边来了客人，你帮忙招待一下也是应该的。你更何况欣欣帮了咱们家大忙。好了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快去啊！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伯母，她去做饭了，用不用我也搭把手啊？不用，咱们就等着吃饭吧。我这儿媳妇哪儿都不行，你这做饭还能拿得出手？给我打包4个人的水云涧饭菜，老规矩，从窗户上偷偷送进来。下齐了，吃饭吧。哎，思雨，咱们家什么时候买鱼了？我这个鱼是前2天买来养在水池里的。来，欣欣先吃。味道还行吧，不过比起水云涧的还差得远。水云涧就是传说中那个天下第一餐厅吗？水云涧呢是会员制餐厅，那接待的都是顶级豪门，能踏足水云涧呢，还算是真正有了进入港城顶级豪门的入场券。一个餐厅那么厉害，欣欣，那你能进去吧？伯母，你说笑了。我身为首富千金，这个水云涧啊，对我而言就是个凑合吃饭的地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吃惯了水云涧的精致饭菜，这些家常菜啊，有点不合口味。真会说谎，连水云涧的味道都尝不出来。乔小姐，我们几个粗鄙之人没去过水云涧，要不你带我们去长长见识？是啊，我也想体验体验只有顶级豪门才能享受到的美味。这个嘛，水云涧是首富旗下的产业，堂堂首富千金，带我们几个人进去不难吧？除非你看不起我们。是啊，欣欣，你不会瞧不起我们吧？这怎么会呢？明天我就带你们去水云涧。能踏足水云涧呢，我们李家也算是在港城有了一席之地了。谢谢你啊，欣欣。这样，进入水云涧以后，所有的消费我来买单啊！人家大小姐在自家餐厅请咱们吃饭，怎么能让你买单呢？你这么做的话，是不是也太看不起人家了？是，明天啊，我来请客。首富千金你就不去了，他的私人包厢倒是可以给你，可点菜4个人少说也有7、80万呀，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？你不是在那上班吗？你就不能送几道？别说你哥只是个服务员了，那就算是主管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！哎，混进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要是被人发现，那我工作就没了，真没用。到时候我们就这样。我去，这怎么还能从后面进来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水云涧。哎呦，真是太美了！这水云涧外表不怎么样，内部倒是别有洞天啊。这有钱人吃饭吗？就讲究一个幽静低调。哎，思雨啊，看什么呢？快过来！他这种没见过世面的，一来到这儿眼睛都直了吧？回头得让人加强一下后门的安保工作才行。
欣欣，怎么好好的不走了？伯母，前面的路被挡住了，咱们还是换条路吧。欣欣啊，那好像是京悦集团的执行总裁楚清寒啊，我这正好刚在楚总的手底下拿到度假村的项目，今天正好相遇，咱们要不过去打个招呼？清寒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一路上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，要是被别人发现你哥，那我就死定了。不行，老公，乔小姐带咱们出来吃饭，肯定不想遇到熟人，要不咱们还是换条路吧？对呀，如果被他们看到我，肯定要告诉我爸的，烦死了。咱们还是换条路吧。大小姐，这里就是我的私人包厢了。首富千金的包厢，哎呦，真是气派呀！我的私人包间怎么就成他的了？哎呦，这块玉雕真漂亮。欣欣，还有来历吧？那是当然，这个可是白翡，价值不可估量。这么大一块白翡，只有首富千金才配拥有呀！不对吧？这可是上届天宫院的金奖玉白菜，用的可是最好的羊脂白玉，怎么就成白翡了？闭嘴！这是欣欣家的东西，轮得着你说话？哎呦，这有这么多红酒，那还有好茶。这可是1945年的罗曼尼康帝，一瓶400-500万吧。有些人啊，可以不懂，但是不懂装懂，就让人觉得讨厌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我能不懂？这包厢是挺豪华啊，怎么没有个吃饭的地方啊？对呀，水云涧私人包厢怎么没有吃饭的地方？怎么没有？那儿呢？啊？为了保证私密跟安全，进入私人包厢一般都要解锁密码。乔小姐，输密码吧。怎么还需要密码？怎么了，乔小姐？你不知道密码呀？密码是什么？我哥怎么都不提醒我？家里密码太多了，记混了。要不今天先算，我下次再请你们吃。老公，来都来了，不吃多可惜啊！方思雨，你长耳朵没？欣欣都说忘记密码，进都进不去，怎么吃？谁说进不去？密码正确，欢迎入内。密码正确，欢迎入内。欣欣，哎，思雨啊，你怎么会知道房间密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方小姐，您这些年来没少关注我吧？我关注你，其实我才是……算了，现在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。你猜是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对首富千金的生活比较好奇，多关注了你一些。你再关注，这顶流豪门的生活也落不到你头上。说的对。不过呢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有的人装的再像，不过也是跳梁小丑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质疑我？我可不敢。饿了，点菜吧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服务员，大小姐，这是菜单。伯母，您是长辈，理应由您来点。这么多好东西呀，我都看花眼了呢。哎呦，顶级奥龙，来3份。抱歉，没有。没有哈。极品帝王蟹，来1份。抱歉，这个也没有。那这个黑松茸参汤，这个也没有。这菜单上的菜怎么都没有啊？伯母，这些顶级食材呀，都是每天空运过来的，咱们来的这个点儿可能有点晚，这些食材呀卖完了。要我看，家常菜应该还有的吧？哦，那好，我们就不按这个点了，你就给我们来个辣炒猪肝和油焖笋吧。抱歉，没有。这个可以，这个真没有。这水云涧可是天下第一的酒楼，什么都没有，
乔小姐，这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啊。你先下去。伯母，我手底下的人出了这样的纰漏，我实在也是不知道。不过你看，今天这个情况已经是这样了，要不然咱们换一家。到底是水云涧的人出了纰漏，还是妈，我们不会被骗了吧？说来水云涧吃饭还得推三阻四的，哎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会不是首富千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如果不是首富千金，我是怎么带你们进的这水云涧？这内部有人走个后门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刚才跟那个服务员是不是认识？该死，他们怎么猜出来？明凯哥，伯母，你听我给你们解释。其实这个事儿它是这样，大小姐现在可以上菜了吗？上菜？难道是哥哥？啊，可以了，快进来。楚总得知大小姐来了，特意给大家安排了丰盛的晚餐，请慢用。清寒果然还是看到我了，肯定是哥哥找来的人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一点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就算串通，我能跟这么多人都串通好？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欣欣，刚才误会了。是啊，欣欣，伯母刚才想岔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我知道啊，肯定是有些人存心在咱们之间挑拨，我不介意的。来，快吃吧，一会儿菜凉了。哦，哎呀，这窗户后面有什么动静？会不会有人？啊，没事儿嘛，那就是一只鹦鹉啊。大小姐好，大小姐好。哎呦，还真的是一只鹦鹉。哎呀，欣欣还在给你问好呢。哎呦，这只鹦鹉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倒是比有些人更通人性。冒牌货，滚开！冒牌货，滚开！闭嘴！是只春鸟，在抽什么风？看来啊，这鸟都知道你的身份。冒牌货，滚开！闭嘴！臭鸟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管教我的畜生，还要向你汇报？乔欣，你够了！你忍你很久了。这个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哪个是你？以为撒几句谎就真的成为大小姐了？方思雨，你有完没完？从上台的服务员到这桌饭菜，足以证明欣欣的身份了。倒是你一直在胡搅蛮缠，重伤诽谤。你相信我，那真的是个冒牌货。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在针对我，我只是好心请明凯哥和伯母吃顿饭而已。如果你不想吃，请走吧。听见没？赶紧给欣欣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滚出去！我没有做错，不道歉。思雨，别闹了，赶紧道歉。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怀疑欣欣。他先是帮启明拿下了重要的单子，又带我们来到了水云涧，他就是首富千金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胡闹，他把你赶出水云涧，我也不会帮你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被赶出水云涧的到底是谁。楚清寒，我的私人包厢，过来。楚清寒，金月集团的执行总裁，日理万机，是你一个电话就能叫来的？当然。你闹够了没有，方思雨？你一个小小的文员，怎么可能认识楚总？其实我才是什么？其实你才是真正的首富千金。咱们在一起5年，是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？你就是一个虚荣、嫉妒、胸无大志的女人。像你这种人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千金？原来你一直这么看我。我早就跟你交代过了，欣欣帮了我大忙，你为什么还要处处针对欣欣？我不奢求你能成为我的什么贤内助，但是我求你也别成为我的障碍，给我丢人行吗？如果我告诉你我真的是首富千金呢？行了，别再做梦了。就凭你那挖矿的父母，你想做首富千金？记得下辈子投个好胎。当今首富乔传雄就是挖矿发家的。我爸的创业轨迹那是不可被复制的。你回去吧，你在这儿太扫兴了。听见没？我儿子让你滚。既然学长都这么说了，要么方小姐你就先回避一下。对这种人说话有必要那么客气吗？这不人性，直接让他滚就是了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们想谁滚？